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火的老车。上期吧，对于老车说的3个能看的古装剧，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。说实话，对于其他剧来讲，我认为就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了。你要非说除了我上期说的那3个剧以外还有好的，那我也不和你犟了。你要是觉得好呢，那您就看去，你也不用和我说。但是今天老车要说的这部《天行健》吧，我还真就得和大伙辩解辩解，因为这部剧前几天我就看了，但是呢，我并没有把它算入古装剧的范畴。可能看过剧的朋友都知道，这部剧呢主要讲的还是一个清末民初的事儿。虽然说咱们看吧，这里面也有古装，但是它还是一个近现代的剧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咱们今天讨论的吧，还是这剧好不好看的问题。老实讲，刚开始看完这剧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非常错愕，甚至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10多年前看剧的时候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10多年前吧，可不是贬义词，因为总刷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近些年国内电视剧的制作水准是什么鸟样，大伙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不信您看10多年前爆火的剧，是要演员阵容有演员阵容，要剧本有剧本，而现在呢，是要么老带新，要么就是一堆流量。当然我这里说的吧，主要还是普遍现象，并不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好剧。就比如说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《天行健》，可以说也是一部要剧本有剧本，要演技有演技的剧。而且剧中无论是新演员还是老演员还是跑龙套的，都没有说演技特别差的。当然说了这么多呢，咱们还是要说一下此剧的歌词大意。首先这剧的故事吧，发生在清朝光绪皇帝驾崩后的第4年，也就是1911年。而你要用咱们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来计算呢，那就是辛亥年，也就是咱们史书上所写的辛亥革命发生的这一年。这不，由于皇宫之中位于文渊阁的藏宝图被人给偷了，于是朝廷这边吧就赶紧派人去寻找藏宝图的下落。不过大伙也都知道，1911年正好是宣统3年，也就是小皇帝溥仪还在位的时候。可以说在这个时候，腐朽的大清内部已经没有什么能人可用了。你算吧，内务府一个给皇帝当经纪人的部门，他都从皇宫里往外偷东西，那你说得啥样了？所以没招，朝廷为了能快速追回藏宝图，内务府这边吧就不得不启用10多年前跟着光绪闹变法的男主，也就是大清第一神探门三刀。当然，朝廷把一个关了10多年的牢犯调出来查案，也不全是因为他是大清第一神探，主要是男主啊功夫也十分了得，所以当年朝廷才会破格提拔男主，让男主在光绪身边当带刀侍卫。而这次男主出来之后吧，也很快理清了案件的头绪。这不，随着案件的深入，他发现这个藏宝图背后藏的是一个大宝藏，而且据说这个宝藏是当年南少林留下来的，里面有金银财宝无数，还有一些武功秘籍。大伙呢也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 One Piece。当然，这个信息呢也不光是男主和朝廷这边知道，应该说除了男主和朝廷这边以外，还有5方势力都在惦记着这个宝藏。首先这第一方势力呢就不用说了，因为这是南少林传人指定继承的一方，就是以剧中柳林为首的同盟会，也就是咱们孙中山孙先生成立的那个同盟会。至于目的呢，大伙也都知道，那就是要推翻腐朽的满清，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。而这里面第二方势力呢，就是源自朝廷内部的反抗力量，也就是剧中刘佩琦所饰演的齐亲王。只不过他抢着宝藏吧，倒没有像同盟会那样大公无私，他有点像谁呢？有点像当年梁璧干的那种事儿似的，就是江山还是我爱新觉罗家做，但是呢不是溥仪做，而是我做。所以他抢这个宝藏吧，主要还是维系大清的皇权统治，只不过就是换一个人当皇帝罢了。而这里面的第3伙势力呢，可以说和齐亲王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因为这个齐亲王呢，他不可能自己去翻山越岭找宝藏去，所以呢他要去找一些合适的江湖人士去帮他找去。而这里面最合适的人选呢，就是荣天岭派的掌门人卓不凡。首先为什么说他合适呢？是因为卓不凡这人吧不贪财，其次他和齐亲王谈条件的时候吧，他只要宝藏里面的武功秘籍，到时候事成之后再让齐亲王给他们建一个门派的总部就完事儿了，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。再加上这卓不凡号称是天下第一剑，武功也是非常的高，所以齐王让他偷藏宝图也是一个保障。而至于第4伙势力呢，那就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。不过北洋的想法吧比较简单，抢着宝藏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扩充军队，然后再给各地的军阀们分军饷，从而达到进一步削减朝廷权力的作用。而这里面最后一伙势力吧就是日本人。当然日本人的想法吧比北洋还要简单，抢到宝藏我就能对外扩张，如果抢不到呢，我也不让你们得到。因为当时的日本本来也不希望大清比他强，所以包括当时朝廷在内的6
六伙势力都想抢这个宝藏。真的可以说这段剧情的紧迫感和和平饭店的小说都有一拼。可能看过和平饭店的小说的朋友都知道，那里面也是多方势力争夺情报。只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天行健吧，查来查去发现宝藏的图纸分成了4份，而这4份图纸呢，分别在4个南少林的传人手中，分别是菩提、戒律、达摩、般若这4个传人。因为开头我也说了，朝廷里文渊阁的藏宝图被人给偷了，而这个藏宝图呢，就是戒律传人的，因为他当年归顺了朝廷，所以才落到咱们男二卓不凡的手里。而至于剩下的3份藏宝图呢，分别在咱们男主、男3、男4的身上，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。因为那个藏宝图其实就是一个纹身。当然，随着案件的推进，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自己是传人的事儿了。然后最后通过各方势力的角逐，把这个宝藏就交给了同盟会。应该说，整部剧的大致剧情就是这么个事儿。虽然说整部剧吧有很多历史的谬误，但是这剧毕竟不是一个历史剧，它主要吧还是一个以虚实结合为主的动作悬疑剧，就有点像啥呢？像什么《书剑恩仇录》啊、《天龙八部》啊，还有《乌龙闯情关》这种剧，就是有一部分剧情和人物它也符合历史进程，但是主要的剧情还是自己编的。当然，这种剧情吧，在近些年中就已经比较少见了。可以说，这部剧无论从剧情逻辑，还是演员演技，还是动作戏上，都让人挑不出什么值得吐槽的地方。当然，我说这话呢，可能有些朋友表示不服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人都觉得王家洛这个捕快有点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像王家洛这样总干以软击石的事儿。确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像王家洛这么轴的人的确非常少，但是咱不能否认有这种人的存在，要不然特斯拉和孙艺仙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。而王家洛的这个人设吧，他也涉及到此剧的内外核的问题。至于内核的问题呢，咱们留到后面再说，咱们先说这剧的外核。首先，男主门三刀、男二卓不凡、男3王家洛，他们3个人分别代表着在错误执念下不同选择的人。不信大伙儿您就看男主门三刀，他就是在错误执念下懂得改变的人。这不，在他目睹了朝廷种种的卑劣行径之后，他从一个朝廷的鹰犬蜕变成了同盟会的同志。应该说，整部剧结局最好的就是男主，而男二卓不凡呢，他代表的就是在错误执念下最终放弃的人。不信大伙儿您就看卓不凡啊，他作为荣天岭的掌门，为了维持好门派，为了振兴门派，他先是把自己的媳妇让给了师傅，紧接着为了振兴门派去找宝藏，他又纵容自己的同门师兄干了很多错事儿。虽然说事情都不是他自己亲自去干的，但是他作为一个门派的掌门，他也难辞其咎。就比如说他师兄逼死了王家洛的师傅，说白了，他完全可以用自己门派掌门的身份下令阻止他师兄。但是卓不凡呢，他并没有这么做。是最后卓不凡开悟了，他发现自己无论怎么让怎么努力都维持不好这个门派，最后就决定和自己的师妹归隐山林。但是没有用啊，恶果已经造成了，你说归隐好使吗？用古惑仔的一句话说，就是出来混你早晚都得还。这小兵张嘎里不也有一句话说吗？别看你今日闹得欢，小心以后拉清单。这句话说的就是像卓不凡这种在错误执念下最后想要全身而退的人，所以最后酿成的后果也只能是他自己买单。虽然说最后他小命丢了，但至少他死得明白。而您要说到死得不明白的呢，那就是咱们男3王家洛。可以说他就是那种在错误执念下一条道走到黑的人。不信你就看他在面对清朝种种腐朽的时候，他置若罔闻，但是每天呢，他又拿着连清朝官员都不在意的大清律例说事儿。他认为只需要纸上的规矩，他就能维持正义。真的，他这种人用好听点的话说呢，就是愚忠；如果你要用不好听点的话说呢，那就是活不明白。你看他一开始就是因为大清废科举失去了前程，最后他的结局呢也是殉了这大清。反正他吧也算是死得其所了，从生到死都是活在大清给他编织的网里。当然，从这3个人的身上，咱们也能看出懂得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执念多么重要。而这呢，也是老车理解的此剧的外核。至于内核的问题吧，其实细心的朋友都能看出来，无论是赈灾还是下官对上级的谄媚，可以说此剧中的所有细节都在向大伙展示一个王朝的沉沦。不过还好，正如剧中同盟会所说的，天亮了，黎明终将到来。说实话，虽然说老车不是专业的影评人，但是这个剧你要是让我评的话，我感觉在某瓣上能达到8.5分都不为过。至于这部剧为什么没能达到8.5分呢？其实我也能理解，那就是因为这剧存在着一些制作上的问题。首先有些演员吧，配音不贴脸，大伙儿其实都能看出来。
其次，剧中的日本人始终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对话，这就让人非常出戏。你要说和中国人对话你用汉语吧，我认，但是你私底下也用汉语，这就比较扯了。说白了，就给人一种抗日神剧的既视感。当然，有的朋友也会说，找一个会日语的演员成本会增加。说实话，这个原因我第一个不信。说白了，你看人家《亮剑》的成本低不低？那为什么人家能请你就不能请呢？还有一些镜头莫名其妙的打码，真的，那你要是这都打码的话，那以后《天龙八部》都不能拍了。当然，这些吧都是一些小瑕疵。如果要按照此剧整体的质量来说的话，还是说瑕不掩瑜。老车呢也强烈推荐大伙去看一看这个剧，至少比我上期说的那些幼稚的剧情强。还有就是这剧的配乐很多地方采用的都是摇滚乐，可以说反抗的精神与此剧的主题不谋而合，这也算是此剧的一个小亮点。而且这剧的感情线做的也非常合适，即便是喜欢磕 CP 的朋友其实也能看。行了，今天老车就安利到这儿吧，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